约翰是一位验光诊所的老板，虽然他与第二任妻子结婚仅仅3年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两人已经积攒了大量仇恨。随着矛盾的增多，约翰最终死在了他的妻子和2名员工的手里。案发后，3位涉案人坚称这是自卫导致的事故，现场的证据也证实了他们的说法。然而真相是否如3人所述，最后一位14岁的少女帮忙解开了谜团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墨尔本。该市位于佛罗里达州中东部，靠近大西洋沿岸，人口大约71000人，是布里瓦德县的一个城市。主人公约翰出生于1926年8月21日，他是一家验光诊所的老板，早年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，并育有2个孩子。1977年，时年51岁的约翰迎来了第2次婚姻，他的现任妻子是一名叫普里希拉的中年女子。普里希拉出生于1943年，她比约翰小17岁，早年也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。大约在20岁左右，普里希拉嫁给了一位现役军人，两人共同生活了10几年，并育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伊登。约翰与普里希拉相识于一次视力检查，当时约翰刚刚离婚不到5个月，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单身汉。普里希拉一眼就爱上了成熟稳重的约翰，两人经过短暂的恋爱后，于1977年11月结为夫妻。虽然他们仅仅相处了不到半年时间，还未完全了解对方，但约翰不知为何对普里希拉十分信任。在普里希拉的建议下，约翰把验光诊所交给了普里希拉全权管理，而他自己则投身到了新的事业中，负责生产眼镜框和镜片等周边产品。事实证明，普里希拉的建议相当具有前瞻性。虽然这种商业模式如今看来并不稀奇，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，大部分验光诊所通常只负责测试视力，定制眼镜则需要到专业的眼镜商店。所以自从整合了这2项服务后，约翰的事业很快达到巅峰，收入也有了显著提升。然而，虽然这对夫妻在商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，但他们的感情生活却过得有些不尽如意。由于约翰和普里希拉性格都比较强势，这导致他们经常因为意见不合爆发冲突。接下来的3年里，夫妻2人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，最终在某天晚上以一方失去生命，彻底走向终结。1980年3月28日晚上6点15分，当地警局接到了普里希拉歇斯底里的报警电话，称刚刚她在家反抗丈夫约翰家暴时，不小心失手杀死了约翰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很快抵达现场。当时普里希拉正在客厅来回踱步，与她同在的还有她未成年的女儿伊登，以及2名验光诊所的员工，18岁的乔伊斯和34岁的珍妮斯。见到警方到来后，普里希拉和她的2名员工情绪都表现得非常激动，尤其是报警人普里希拉，她看上去完全无法控制自己，一直在不停诉说约翰的死完全是意外事故，并不是她真的想要杀死约翰。根据在场的3人所述，普里希拉与乔伊斯和珍妮斯既是雇佣关系，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由于这天早上普里希拉与约翰发生了争吵，导致心情有些低落，所以晚上下班后，普里希拉便邀请乔伊斯和珍妮斯来到了自己家，准备与他们小酌一杯，放松一下心情。原本普里希拉打算在约翰回家前就让朋友们离开，因为他知道约翰不太喜欢外人来家中做客。然而没想到，约翰这天临时改变计划，提前回到了家中。不知道约翰是在工作中遇到了烦心事情，还是不喜欢乔伊斯和珍妮斯。他在到家后看上去有些不太高兴，可能是出于发泄心中的不满，约翰借着早上的争吵，与正在厨房准备晚餐的普里希拉再次发生了言语冲突。两人越吵越凶，最后冲突升级，约翰开始使用厨具不停殴打普里希拉。当乔伊斯和珍妮斯听到普里希拉的惨叫声后，他们马上跑到厨房准备制止约翰的暴力行为。然而没想到，约翰非但没有停止的意思，反而又对前来劝架的乔伊斯和珍妮斯进行了无差别攻击。由于约翰身强体壮，手中又握着利器，3人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，所以为了自保，他们纷纷拿起厨具开始拼命反抗。一开始3人只是想要阻止约翰继续攻击，
但由于后来现场过于混乱，加上当时他们的精神状态十分紧张，在经过一阵激烈的厮打后，约翰很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也就是这时，他们停止了反击，开始检查约翰的状况。当意识到约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后，普里希拉马上向警局报告了这一情况。听完这段描述后，警方检查了事发厨房和约翰的尸体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约翰的确死于各种厨具击打，并且现场也找到了3人使用的武器，一个坏掉的平底锅，一些碎掉的瓶瓶罐罐，以及一个沾满血迹的开瓶器。虽然警方并未发现可疑迹象，但心中还是有些怀疑，因为就3人的描述，约翰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发火，更不可能当着外人的面殴打普里希拉。为了核实这一点，警方又询问了普里希拉的女儿14岁的伊登。然而还没有等伊登开口回答，普里希拉就抢先一步说道，当时伊登正在房间里听音乐，他没有看到也不了解事发情况。普里希拉话音刚落，14岁的伊登便连连点头，认可了母亲的说法。见到这种情况，警方只好向普里希拉表达了他们的怀疑，认为约翰不太可能为了这点小事发火。对此，普里希拉解释说，约翰是个喜怒无常、脾气又非常暴躁的丈夫，在他们结婚的3年里，约翰实施家暴已经成为了常态，每次他想打人根本不需要理由，所以不能以正常思维看待约翰的行为。警方对普里希拉的说法仍然有些怀疑，不过由于3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，警方出于健康考虑，首先将他们送到了医院，之后又回到警局开始调查普里希拉所说的家暴。通过查询相关系统，警方发现普里希拉确实有过多次针对家暴的报警记录，不过每次报案后，普里希拉都没有采取后续措施，例如申请保护令或者起诉约翰，这让警方怀疑报案或许是普里希拉制造的假象。于是案发第2天，警方再次对3位涉案人进行了询问。普里希拉的朋友乔伊斯和珍妮斯没有暴露任何问题，他们对答如流，讲述的还是与一开始相同的事发经过。然而在对主要涉案人普里希拉问话时，警方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。普里希拉的女儿伊登总在警方提问后表现得跃跃欲试，像是准备发表意见的样子，但只要伊登做出这种表情，坐在一旁的祖母就会通过肢体动作提醒伊登保持安静，这让警方认为伊登可能掌握真相，本案绝非像3人描述的那样简单。不过由于伊登当时只有14岁，还是未成年人，如果警方想要询问伊登，就必须要经过监护人同意。显然当时的情况不允许警方提出这种要求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，只能通过其他方式继续调查。接下来警方走访了约翰的员工，以了解这对夫妻的真实情况，结果他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线索。根据几位员工描述，约翰和普里希拉的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，两人曾多次表达过准备离婚的想法。一开始他们确实付出了实际行动，分别找了律师，准备通过法律结束婚姻。但后来约翰和普里希拉全都改变了主意，因为他们绑定了太多的利益关系，谁都不愿放弃现有财产。对此，约翰的做法是尽量拖着，能过一天算一天，而普里希拉则选择了非法手段，准备通过栽赃陷害将约翰送进监狱。案发前几天，一位员工无意间听到了普里希拉与乔伊斯和珍妮斯的谈话，大概的内容是他们打算把违禁品放进约翰的汽车，等攒够一定的数量后再向缉毒部门举报约翰贩卖违禁品。虽然这位员工不清楚3人是否实施了栽赃计划，但非常确定他们讨论过这件事情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警方找到缉毒部门帮忙检查了约翰的汽车，果然他们在汽车较为隐蔽的地方找到了违禁品。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员工的说法，同时证明普里希拉与乔伊斯和珍妮斯具有密谋犯罪的倾向。为了寻找更多线索，警方又联系了约翰的离婚律师。通过律师的描述，警方掌握了更多夫妻2人的真实情况。原来约翰早在遇害前就经历了多次暗杀，第一次发生在3月7日，也就是事发3周前。约翰在一次夜晚加班时，被一名不知名人士使用木棍狠狠敲击了后脑。虽然当时他陷入了短暂昏迷，没有看到袭击者的样貌，但隐约听到了高跟鞋滴答滴答逃跑的声音，因此约翰认为这名袭击者很可能是他的妻子普里希拉。第2次遭遇暗杀发生在事发前一天，
约翰在准备吃早餐时，普里希拉一反常态地帮他倒了一杯果汁。虽然约翰无法确定果汁里放了什么东西，但在尝了一口后就明显感觉到果汁的味道不对，于是他赶紧做了必要的口腔清理，因此再次侥幸躲过一劫。接二连三的暗杀遭遇让约翰变得愈发紧张，为了避免自己死后财产全部落到普里希拉名下，约翰在事发前一天找到律师签署了一份财产转让协议，把名下所有财产赠给了与前任所生的孩子。也正是通过这件事情，律师才得知了这些事情。调查进行到这里，案件已经变得清晰明了。很明显，本案不是自卫事故，而是不折不扣的谋杀。不过想要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，警方还需要更加直接的证据，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可能的知情者普里希拉的女儿伊登。为了解决伊登监护人的问题，警方转变策略，绕过伊登的母亲，直接联系了伊登的亲生父亲。然而单单进行这项工作，警方就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因为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这种事情，更何况指控的凶手还是孩子的亲生母亲。不过好在伊登的父亲比较明白事理，最终在得到警方签署的免责协议后，伊登在父亲的陪同下讲述了案情真相。 She just wanted to cause chaos. She wanted that lab. She wanted money. She wanted prestige. She was hell-bent on doing this guy in to try to eliminate him, not only from the business, but from life itself. 普里希拉与约翰的结婚目的并不单纯，她之所以会嫁给年长17岁的约翰，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约翰的财产和开办的企业。不过普里希拉与一般人的想法不同，她的目的不仅仅是享受金钱带来的生活改变，还想参与其中，把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，所以普里希拉才在结婚后参与了约翰的事业。一开始两人的夫妻关系还算比较和睦，因为那时普里希拉还没有完全掌控约翰的企业，但一旦这个目的达成后，普里希拉便不再伪装自己，两人的矛盾也就此爆发。随着争吵次数的增多，约翰和普里希拉都产生了离开对方的想法，但由于那时他们已经深度绑定了利益关系，并且双方都不想放弃现有财产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约翰选择了继续维持现状，而普里希拉则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，产生了通过非法手段赶走约翰的想法。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普里希拉把自己伪装成了受害者，经常在外散播遭到约翰家暴的谣言。这样做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在道德上打压约翰，另一方面是为了博取员工们的同情心，为日后接手验光诊所做准备。通过这种手段，普里希拉成功拉拢了涉世未深的乔伊斯和单亲妈妈珍妮斯。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经济比较拮据，而且也深信普里希拉正在遭受家暴。普里希拉利用两人的弱点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持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乔伊斯和珍妮斯成为了普里希拉的核心员工。无论普里希拉提出任何要求，两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执行，因为他们能从普里希拉那里获得经济回报，而且也对普里希拉的遭遇深感同情，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违法的事情。一开始三人可能并没有打算杀死约翰，而是准备通过栽赃陷害的方式把约翰送进监狱，但不知为何这个计划没有执行。虽然不清楚具体的原因，但很大概率可能是因为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同时也存在很大的风险。因为约翰没有吸食违禁品的不良嗜好，并且也有合法的生意，举报他贩卖违禁品显然不符合常理。再者，即使约翰被关进监狱，他早晚一天也会被释放，所以这可能导致他们放弃了最初的栽赃计划。由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，普里希拉又产生了杀死约翰的想法。最开始他并没有让乔伊斯和珍妮斯参与，而是准备一个人实施暗杀，但由于2次暗杀都没有成功，于是普里希拉又找到乔伊斯和珍妮斯，策划了自卫反击的谋杀计划。在准备作案之前，普里希拉做了充分的铺垫工作，例如频繁向警局报告约翰家暴，还经常让女儿伊登把他的脸打得鼻青脸肿。为了让家暴看上去更加真实，普里希拉可谓是想尽了各种办法。等到铺垫工作结束后，普里希拉就与同伙乔伊斯和珍妮斯实施了这起谋杀。实际上，普里希拉的女儿伊登不仅全程目睹了犯罪经过，而且还被要求参与了谋杀。因为伊登知道三人密谋的所有事情，
普里希拉担心伊登会出卖他们。My mother handed me the bottle capper, but she did instruct me to hit him. And I did 2, maybe 3 times. If I'd have tried to stop it at that moment, she definitely would have killed me too. No doubt about it. 根据伊登的说法，他这样做完全是被逼无奈。当时3人都已经杀红了眼，如果他不这样做，很有可能会像约翰一样死去。所以伊登为了保护自己，在犯罪即将结束时，象征性的用开瓶器对着约翰捶了几下。1980年4月10日，约翰遇害2周后，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主谋普里希拉、帮凶乔伊斯和珍妮斯。3人均没有反抗，但也都没有承认罪行，因为他们还有一个保留节目，那就是企图杀掉证人，逃脱惩罚。被捕数月后，警方接到一位在押囚犯举报，称普里希拉与乔伊斯和珍妮斯正在密谋，准备雇凶杀掉证人。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，他们准备灭口的人员中竟然包括了普里希拉的女儿伊登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警方决定将计就计，让一位卧底警察假扮杀手接下了这单生意。因为有举报人的帮助，所以这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。然而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，普里希拉竟然让他的母亲帮忙支付了谋杀费用，也就是说，普里希拉的母亲并不反对雇凶杀死自己的外孙女。然而尽管警方已经掌握了普里希拉母亲的犯罪证据，但考虑到年龄原因，他们并没有追究普里希拉母亲的责任，只是在3人的起诉状上增加了一项雇凶杀人的指控。1980年8月4日，案发4个月后，本案开庭审理。普里希拉和珍妮斯为了避免可能的死刑判决，主动承认了罪行。2人因谋杀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。另一名罪犯乔伊斯没有承认罪行，而是选择了抵抗到底。然而这种不配合的行为竟然获得了相对较轻的刑期。最终乔伊斯因谋杀罪被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，又因教唆谋杀罪获刑15年监禁。2007年，主谋普里希拉因肺部感染在监狱病逝，终年63岁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